大家好，我是小鱼来了，又到了板栗好吃的季节，今天我们就来做板栗酥。我在这边买的这种大个的板栗，品种近似于丹东板栗，皮相当的难剥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最后还是这种方法相对好剥一些。先给板栗的头和尾各开一个口，板栗尾部的皮稍微多剪下去一些。然后直接放到微波炉当中，高温加热1分钟。取出的板栗特别的烫手，用凉水快速的冲一下，可以降温。为了防止指甲不被伤到，我用剪子来剥板栗的皮。尽管这样，也不能保证每一个板栗都剥得非常的完整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最后用的是板栗的馅儿，也就忽视了它的外表。剥好的板栗蒸15分钟。蒸好的板栗倒入料理机，趁热加入黄油。再加入牛奶，这样做出的馅料不会太干。板栗本身自带甘甜，所以我没有加入白糖，而选择了蜂蜜。蜂蜜的加入可以让馅料变得更加的湿润。之后就是将板栗打碎。板栗没有打得过碎，保留了一些小的颗粒，这样吃起来口感层次更丰富一些。如果你喜欢吃更细腻的，那就需要再多加些牛奶，增加板栗里面的水分，然后把它团成圆球，每个20个左右，一共15个。防止水分蒸发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15分钟左右。冷藏后的馅料更容易定型，包起来更方便。接下来做水油皮，我选择了将面粉过筛。过筛后的面粉可以让水和油混合得更均匀。水油皮的比例是面150克，油35克，水50克，蜂蜜15克。混合好的水油皮的面团不需要怎么揉，但是需要保湿，所以一定要盖上保鲜膜，然后让它松弛15分钟左右。接着做油酥面团，面粉100克，油30克。顺便补充一句，这里面用到的油是菜籽油，您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植物油或者动物油脂。同样，油酥也用保鲜膜包裹好，防止干燥。松弛好的水油皮的面团放在案板上，轻轻按压几下，然后把油酥放在水油皮的中间，用水油皮的面团来包裹住油酥面团。之后轻轻地给它擀成长方形的面皮。然后从面皮的一端轻轻地将面皮一点点卷起，顺着这个力度卷到面皮的另一端。然后轻轻地将接口处捏合，然后切成大小基本均等的15个面剂。再将面剂的切口处
捏合、捏严实。按压面皮的中央，将面皮的边缘折叠到面皮的中央。如果不习惯这种在手上操作，也可以直接在案板上操作。像这样，用食指按面剂的中间，然后将两侧和对角捏到中间就可以了。然后阴合处朝上，将面剂稍微擀平，不必擀得过薄。接下来用虎口收拢法来包馅料。虎口收拢法就是将面团放在虎口的位置，然后一边转动，一边用大拇指向上慢慢的提拉面皮。这种包法的好处是底部的薄厚会相对比较均匀，当然你也可以采用包包子的方式来包。无论哪种包法，关键就在于不要让馅料露出来就可以了。最后用手掌按成1厘米厚左右的圆饼状，到这儿酥饼坯的制作就完成了。如果再盖个章，你看是不是一下从业余就变成了专业了？接下来我们就用简单的平底锅来烤好吃的板栗酥。平底锅稍微多刷一些油，然后将饼坯收口处朝下放入平底锅，全程小火。2分钟后第一次翻面，再来2分钟，再一次翻面，然后再重复翻2次。两面都烤成金黄色，这个板栗酥就烤好了。烤好的板栗酥可以放到吸油纸上，去掉多余的油脂。取一个酥饼，看一下烤的是否成功。哦，这个声音果然是酥的掉渣的声音。再看看馅料，哦，馅料也很饱满，很湿润。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烤出的同样成功，依然是酥的掉渣。不用烤箱，不用电饼铛，用普通的平底锅就可以烤出专业的板栗酥，依然是酥的掉渣，香甜软糯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泡上一壶茶，配上板栗酥，你会觉得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简单，如此的幸福。最后，如果您喜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哟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小鱼，来了。